今天是我第2次过来提车，距离上次发生事故已经有1个月的时间了。每次过来的话，往返都要2个小时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小车车怎么样了。是那台吗？好想它呀！让我先看看这个车漆有没有色差，看跟我第1次提车的时候有没有区别哈。好像确实看不太出来。首先给小伙伴们科普一下，侧面碰撞其实比正面碰撞要危险得多，修起来也会更麻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看一下，正面其实有一个这么长的部分是可以用来缓冲的，但是侧面的话就是完全没有缓冲的一个状态。就想问一下，为什么定损要这么长时间呀？因为咱们的车的话，受损程度有那么大，而且都是里面的那些零件啊，都是需要修好以后才能确认好价格。那这个当时维修的时候不是有切割，装回去的话对强度不会有影响？哦，这个不会有影响的，就是现在已经换回去了，基本上对车辆正常损耗是没有任何一种问题的，这个您放心。这车好修吗？好，还行，还好啊，也没有那么说构造没有那么复杂。因为侧面的这个 B 柱是没有任何缓冲的，所以修复之后的这个安全性能我还是比较担心的。哎，既然我是全险，有啥修啥，想要换台车给我也不错。拍摄这几天，这真实的价格也出来了，看一下哈，一共是这些，68266。不过我倒是发现一个好玩的，我这边的小米售后就在深夜车城那边是一个合作的车间，并不是想象中那种清一色小米，反倒是清一色的福特啊。这么想也合理啊，只要他们是按照官方的维修方案来整的，这么搞对于现在的小米来说，效率高还省钱，是一个好方法。不过这个维修的手艺是真的有点东西，我自己是完全没有看出来毛病。后来是找了一个修车师傅，他说你掀开胶条摸一摸这个漆面啊，手感是明显有区别的。然后咱们侧着看的时候，这个橘皮纹也会稍微明显一些，门的内侧就更明显了。不过这个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原厂的喷漆用的是机器喷的，他们这个喷的已经算是很好了。修回来之后啊，我仔细的感受了几天，就怕有啥问题。一品，哦吼，感觉车机的 bug 咋变多了？小伙伴开车回来的时候是这样的，过会儿呢又成这样了。现在没有360，我挂得到的，我只能靠这个仪表台里面这个，死机了。还有一段时间下面的这个按钮不亮，重启了一下之后又好了。不过我问了一下一些朋友，发现最近大家的苏七的 bug 也不少，应该不是我的个例吧？我觉得吧，小米真的别急，现在确实一次性出来很多功能很爽，但车毕竟不像手机，行车过程中的稳定还是很重要的。不过这个修车的事情也算是比较顺利的解决了，好在修完车回来一看，嘿，正好啥更新都没有落下 ，CarPlay 才刚刚推送上来。其实上一期的节目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来得及讲完，车就进厂了。现在我又体验了一段时间，问了几个车友的感受，咱们继续聊聊。这一次的视频呢，乍一看好像会有一点黑小米的感觉啊。其实咋说呢？首先这一台车是我花钱买的，其次呢，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了，苏七到底是一台只靠营销的车，还是一台确实不错的车？大家估计也已经比较有数了，对吧？那我的结论就是，它确实是一台好车，一台不完整的好车。先来看一下我最关心的这个防晒哦，我锁住这个手机的曝光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程度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后排啊离头很近，还是会感觉这个头顶热热的。先说个和智能不沾边的哈，苏七的坐姿真的很棒，是我坐过的电车里面除了 Taycan 以外最低的了，而且这个椅子非常的宽，所以说 Max 版的座椅还多了这2按钮，一按呢，它的侧翼就会夹紧，真正的量身定制。不过代价就是它没有座椅按摩，也比较硬，有多硬呢？如果要开3、4小时车的时候，就会感觉咋都难受。副驾的座椅比主驾还少一个调节俯仰的功能，就只能调节高低、前后，还有靠背。后排我们自称186的小伙伴连个手掌都塞不进去。他的评价是后排还不如 Model 3舒服。苏七为了让这个溜下来的造型不影响太多头部的空间，其实还是牺牲了很多的。一看数据，苏七都快到5米长了，但是呢，为了保证头部空间，后排的座椅往前挪了，导致它的腿部空间并不优秀，座椅靠背也很直，坐垫也弄得比较薄比较矮。虽然没有 ET5那么夸张吧，也总归是不太舒服的。但这居然有一个意外的好处，就是它的行李箱真的好深好深。
看完基本的，咱们再来看一看小米引以为傲的智能座舱。上一期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小米的这些外挂配件，基础的东西小米做的真的非常的保守，绝对不犯错，连按键全都是实体的。但你看配件啊，天马行空，外挂实体按键那都算是朴实的，氛围灯、手机支架、对讲机、手电筒都来凑热闹，哪天给左边装个麦架我都不奇怪，好吧？而且这些配件第三方也可以做，用户反馈有用户自己直接做快吗？当然，我也问了一下产品经理，这些配件也不是随便上的，就像米家一样，车企吧得访问里面的功能吧，而且安全性来说，车里面60-70度阳光直射都很正常的，还要考虑一下碰撞这些安全的问题，所以他们会有一个官方的认证标准来卡审核。而且外挂配件这个创意其实是非常有想象力的，苏七应该是目前把车里面这些配件做的最全最好的一个，而且你还完全有理由相信之后只会更好。买来的车用一段时间，发现缺了什么功能，上商城直接买一个配件就能补上，还能接入车机。羡慕其他车的后排娱乐屏，买；氛围灯不够近，买；实体按键控是吧？买就完事儿了，这简直就耍赖。不只是说它有米家生态这回事儿，其实现在在买车都是一个逻辑，车企猜猜用户喜欢什么，做出一台车。我呢就在这几十台车里面看看是不是正好有那么一台哪都适合我。但苏七这么一搞，硬件上居然有了能够自己 DIY 的能力。就比如说上面的这一个双表盘，我真觉得作用不大，而且还有点丑。但我想要放一个阅读灯在这里。当然，你可能会觉得这些花里胡哨的也太没用了，那这就是 DIY 的重要性了。我装我想用的，你装你想用的，啥都不耽误。这还没完，小米还有一个第2板斧，现在我就可以直接在这个车机上面控制这盏灯了，然后我还可以在这里调亮度，而且呢，它是无线的哦。没错，苏七其实还是一个米家中枢，据说覆盖范围还有几十米。乍一听好像很傻啊，难不成我放一个扫地机器人在车上？其实它的意义是，前面的配件还局限于固定的拓展位，米家直接把这个范围拓展到了整台车，甚至是车外。极客有一个灵动贴，可以自定义按键，我直接用现成的米家智能开关，你服不服？你看杯架版的香氛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无线还能用车机遥控。你再看，我直接往车上面塞一个氛围灯带，它还能直接连上车，在车里面控制。很多车后改的氛围灯还要用手机单独去控制，这怎么比？你再看，我在车里面再放一个驱蚊器，等之后联动功能上了，开窗自动开启驱蚊，你说这体验怎么比嘛？然后我再假设，假如说有一个车用的窗帘轨道，我再整一个智能窗帘，行政极了。甚至如果说第三方的那种智能天幕也能无线连接到车机里面，这个体验跟原装的真没啥区别了吧？但打住一下，想象都是美好的，事实上是现在的米家体验是啥感觉呢？远远没有做完。虽然他们都能链接进去，车本身的各种状态并不能当成自动化的条件，所以前面说的这个自动开驱蚊器是实现不了了。氛围灯的联动呢也是做不到的。这里面的米家控制界面也是裁剪的，甚至氛围灯居然不能调颜色。这个蚊香，你看我点开，它只能看剩多少，就连开关都没得控制。而 Car IoT 生态虽然是肯定要出，什么时候出也没有定数，第三方的配件更是遥遥无期。所以在真的解决这些之前，现在的苏七还只是一台有一点点出格的车。可能我能想到最炫酷的功能，就是开着苏七搞一个巨型帐篷，真就在野外弄出一个移动米家来。那说了这么多，开起来到底是啥感觉呢？还真挺不错的。概括来说，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舒适化的 Model 3P， 厚重感和高级感不如001和007，这一点在底盘的隔音上面最明显。我拿过减速带举一个例子，明显苏七就会大声一些。但是操纵感呢，比他们几个都要好。方向盘打死只有1圈多一点点，非常的敏感，稍微一打方向就有一种整个车头移出去的感觉。底盘过坑过坎都很干脆，一下子就会吸收住。但是这个底盘最软还是挺硬的，软硬可调的幅度也没有001的区别大。而且这一个车我之前开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，上坡的时候呢，它会自动保持油门；下坡的时候它会自动踩刹车。还没有办法关掉这些功能。结果有一天我开了一下单踏板，一切都合理了。上坡下坡的时候，脚底只需要微微调节就可以了，应该是现在最接近特斯拉单踏板的车了。开起来的时候，我注意到的几个点也值得说一下。用无边框后视镜以后，面积贼大，很舒服。这个全景影像也是我用过的最好用的那种，一个俯视图，2个轮子的视图，还有一个后视图。这上面还带雷达测距，居然还不延迟，
我哭死。至于电耗呢，我没有仔细测，但耐用是真的挺耐用的。总共开了1229公里，用了260度电。如果连怠速、吹空调这些全都算上的话，那平均是每100公里21.16度电。在我这种还比较开关的脚法下，其实还算是一个挺不错的水平。我的这一台是创始人版的 Max 版，当时看了一下，其实觉得 Max 版的性价比比较正常一些，其他几个版本的重点就在外观上面了，配置低了非常多。我来数一数哈，顶配独占的东西有800伏平台、HUD、麂皮顶棚、电吸门、空气弹簧加 CDC、Brembo 卡钳、迎宾灯这一些全都是顶配独占。哦，对了，顶配甚至还独占电动方向盘控制，其他配置呢用手抠的。座椅按摩这下不独占了，全都没有。最低配还把2颗 Orin X 换成了1颗 Orin N， 算力只有顶配的16.5%，用的是比亚迪的刀片电池。但我反倒觉得小米是真懂消费者，21万6，这外观这生态，这不好用吗？ OK， 那么这一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。如果这一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切蒂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